哎，小伙伴们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能看清吗？清楚吗？哎，小伙伴们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能看清吗？清楚吗？哎，刚才有个回音，哇，好多人啊！我这儿是一个 iPad，我在看弹幕，所以有的时候我的视线可能不是注视着各位的，大家抱歉啊。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小伙伴？今天是咱们这个频道第二次直播，用的设备呢是家属的一个 MacBook Air，然后呢是家属的 iPhone 用当 MacBook Air 的摄像头，这 iPhone 是个13 Pro，之后用的是苹果的人像模式和摄影棚灯光的那个效果，所以看上去还行。其实并不是一个真的有景深的画面，而是算法的背景虚化，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手会不会，有时候会触及一些这个虚化的地方。感谢大家啊！好吧，那我们就开始闲聊天。今天我有个主题，主题呢就是聊聊生活。今天上午大家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应该都看到，今天做了一个30公里的长距离。今天回来还跟家属感叹什么呢？就是从去年的2月1号啊，从今年的2月1号，抱歉，到这儿以后，从今年的2月1号到这儿以后呢，一直没有跑长距离，可能只跑了2个30公里以上，就是2场马拉松的比赛，这个是挺惭愧的，挺惭愧的。有这么几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，到这边以后确实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办，不适应，然后生活的节奏也快，工作也忙。第二个就是有个小问题，就这边因为路不熟悉，而且这边城市要比北京小很多。像在北京，我可以规划出好多很长的路线，比方说我从家出来到故宫绕一圈再回家，就我从家到故宫那时候就8公里，稍微绕一绕，回去又8公里，故宫绕一圈是4公里，将近5公里，就正好21公里。这边说实话要跑21公里，有人说卡了，应该没有吧？还能看见我动吗？哎，这边想凑一个21公里真的挺难的。我这儿跑到通天阁也不过就3公里，我跑到就是绕这边一圈也没有多远，所以有时候就心理疲劳，我不太爱绕圈。感谢大家啊，不卡，不考虑速度，300，年跑量320能破3吗？月跑量吧，差不多，跑一年差不多的。接着跟大家聊啊，就是到这边以后，因为城市变小了，路不熟悉，而且从北方来的，就是从北京来的小伙伴今天早上起来在大阪城偶遇了频道的观众，也是北京来的，说确实是右转右转就回到了原点，这个事情还是心理上不太能瞬间的接受，因为方向感太强了，确实是不行。然后就跑的就少了，跑的少了，导致其实最近的几场比赛，从今年的东京开始，我就有些信心不足，因为去年的北马之后是个分界点，或者说去年北马前1个月我搬家是一个分界点，那时候其实是这样的，一直关注咱们频道的小伙伴都知道受了一个小伤，然后再加上搬家搬到郊区，好多不适应，然后北马之前那个月的训练就不是特别好，导致呢北马其实我是在32公里才调出240的成绩，那个时候是28公里定了一个目标，是1小时40多，我忘了是40几了具体。当时在10秒上下的误差内，32公里的时候觉得可能是不行了，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再掉的空间了，那时候差几秒。后来我就放了，放了以后其实特别遗憾，为什么呢？最后我的净成绩是2小时45分04秒，这就特尴尬。
要是再快5秒呢，就北马将来就都是 T 字头，也不用抽签的号码了，然后也能直通个柏林啊什么的，所以就差这么一点儿。从那时候训练状态就不好，东京的时候呢也不是太有信心，波士顿其实也没有像去年信心那么足，就是我今天上午说的这个话题，跑的少了，信心就下降，尤其是以前跑的多过，这个我应该说的清楚。想着明年9月份参加比赛呢，到这边之后呢，2月1号，今年的2月1号到的，那时候其实挺不容易的，因为各种的手续啊什么的，加上那时候好多事儿比较混乱，其实比之前工作预计的安排要晚了不少。其实按照一开始的工作安排的话，我是能现场看今年的第99届的箱根的，就是那时候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就没赶上嘛，因为各种原因，因为那时候北京的日本的使馆也闭馆了，就休息了，等于好多东西就卡住了，什么物流什么的也都卡住了，导致今年没看成。但是呢，100届的时候我肯定现场去看，100届的时候到时候给大家拍视频，就是很快了，就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是吧？虽然说聊那个生活，也会跟大家回弹幕聊一聊。有一个 Stride 再买一个组成双 Stride 的嘛？那个是这样，我这两天他一说那个消息，我就在研究，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好像不是特别的有吸引力，不是特别的有吸引力。为什么呢？它能提供的额外的数据不多，就3个轨迹，一个俯视的，一个后视的，还有一个是侧面的，对吧？然后同时提供一些左右平衡而已，而且您需要是会员才能看到，光买双设备还看不到。我给 Stride 写了个邮件，他们回我了，然后还在进一步沟通中。如果他能给我一个测试的呢，我就跟大家评测一下。东北用跑步机是这样的，就是跑步机不能完全代替路跑。如果您想健身健康呢，没问题。如果想跑马拉松，跑步机我觉得不要超过一半，另外一半还是得公路训练。但是我能理解啊，是挺难的。冬训跑间歇别受伤，冬训跑什么其实都别受伤。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那30公里其实挺顶的，为什么呢？9公里的时候就到那星巴克的时候，就有一脚踩深了，就脚深浅了一下，然后那个右脚小腿偏下的肌肉好像是有点轻微拉伤，反正现在有点轻微疼痛，就这种肌肉拉伤的疼痛，但是不严重。然后后来还是跟着小伙伴们又跑了15公里，然后又4公里回家跑了个30，也就跑了。我回来说呢，确实是马拉松这事儿让人能变得像北方话就是变得皮实好多，就没那么娇气了。原来我不行的，原来有点小伤就养着。明天首马，其实直播时间这个事儿也是我纠结了好久，我老觉得礼拜天下午特别难过，因为第2天要上班了，不想给大家找别扭，所以就想的是礼拜六咱们聊聊，因为这周末有比赛不多了嘛。但是明天有比赛的，感谢您啊，今天下午还来看，明天一定好成绩，是不是？能跑10K 就能跑半马，对，能跑10K 就肯定能跑半马，因为半马没有关门这事儿，您只要前10K 是跑下来的，肯定就跑下来了。最近加了跑量1个半月出头，感冒2次要减吗？那您可能您的生活跟就是交集比较多吧，跟社会可能老去人流密集的地儿，感冒就是几乎就是病毒性的吧，几乎都是，那就是有感染源加上跑得多了，抵抗力下降。我感冒少，就是因为我基本上我不跟人接触，对，刷二环小分队嘛。今天早上见到那位朋友，咱们的观众，俩人看着也运动，应该也是跑步，北马跑了330，好年轻啊，显得比我还年长，所以运动起来确实不一样。可能您23、4岁、24、5岁跑马拉松会显得比同龄人老，但是您到了37、8岁就开始显得比同龄人年轻了。您要过了50岁，您想想，没有肚子，然后呢，身材也不错，眼神也比较的，什么叫什么神情矍铄吧，形容中老年人还是挺不错的。
平时跑步不适合碳板，适合碳板啊，得看您什么需求。你看，肯尼亚的精英运动员，还有我们国家的精英运动员，也都是碳板训练。这个不是说新的就是不好的，对吧？就跟看那个前几年看那叫什么《疯狂原始人》，是不是？不是新的就是不好的，碳板它也是一种技术，就跟 Zoom X 或者说特步的这种技术是一样的。不过呢，就是什么事儿还是我觉得是借鉴，但是不是绝对，不是谁弄了就是对的，或者谁不弄就是不对的。就像今天我说节目里我说，专业运动马拉松是个跑少赛多的项目，就是你不可能总跑马拉松的长度去训练，你平常的训练都比马拉松短，但是您又要跑马拉松，有紧张啊，有焦虑，很正常。专业运动员也是。有的小伙伴在评论里就说，还是弹幕里就说谁说何洁老师嘛，每周跑一个全马，那是啊，但是是这样的，就是他跑全马肯定有他自己的考虑和教练的安排，但是我们也要看，你说那他比赛不焦虑吗？也焦虑啊，而且我相信他每周那个全马肯定也不是比赛状态去跑，对吧？就像我今天这30公里，我都腿疼，我是轻松加愉快，我们还冲了1公里多的340，跑完2小时多，但是我这个平均4分30多的30公里比赛不够用啊，比赛3小时都进不了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兄弟？然后到这边以后呢，会有一些小不适应。首先是这边有的东西呢是比北京便宜，有的东西比北京贵，有的东西比北京方便，有的东西比北京麻烦。我还是坚信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一定好的或者一定不好的。所以我老跟小伙伴们说，尤其是年轻的小伙伴们说，挣了钱以后呢，先出去看看，因为咱说句难听点的话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也不可能靠工资就暴富，钱不是攒出来的。虽然说就是吃不穷穿不穷，算计不到就受穷吧，不是过度算计，多出来看看，看看这儿哪儿好哪儿不好。这边呢有好多，先说说不方便的地儿啊。第一，不方便的地儿呢，就是很难买着带皮的五花肉。日本可能除了冲绳有吃猪手、吃有皮的猪肉的习惯以外，好像没有。这边基本只有中华物产买冻的，或者是偶尔在业务超市有那种进口的，一般都是加拿大进口的带皮的五花肉。但是加拿大进口的五花肉确实是不好吃，这是这边的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这边可能除了北海道，很少有地方能够很容易的买到鲜的羊肉，羊肉也只能买冻的。然后北京人爱吃羊肉啊，有时候尤其到这个季节，现在的外边的气温是15度，屋里是23度，有时候想吃，但是不好买。调料这边都没问题，这边中华物产在国内所有的调料都能买到，而且呢，其实它也都是进口的，那进口的就是至少它也符合了这边的进口检疫的标准，所以也都没问题。其他的都没有问题，这是吃。还有一个不方便的是骑车，因为这边国内好像有的小伙伴说有的城市也这样，但是我不知道，跟北京不一样，这边是没有自行车道的，就是行人跟自行车都共用人行道，然后汽车就是马路。这个导致什么问题呢？就是骑车比较不好骑，同时呢，大阪大坡嘛，上下都是坡，骑车也不太好骑，所以就骑车去买菜。像在北京的时候，我住东三环，我骑车去趟三元里买点好吃的，这很简单的事儿，骑共享单车都可以。在这儿也是同样的性能的车，要骑5公里，就挺累的，挺累的。同时，这也就是跑步就不能跑柏油路了。为什么我说路跑重要呢？就是柏油路上的跑步其实是完全模拟马拉松的。为什么有时候不建议大家跑人行路？就在北京这种地方，有些不跑步的小伙伴会来跑者的频道评论说，为什么要跑公路都不安全，给汽车带来麻烦什么的。确实是啊，这人说的对。但是呢，有自行车道的、有非机动车道的城市跑柏油路，我是非常建议的。人行路那种专路，这边人行路大多数也是专路。首先是对关节、膝盖肌肉的压力比较大，第二是它那感觉不一样。有时候我这边早上早的时候会一些小路会跑柏油路，感觉确实是特别好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就是交通比较贵，
来过这边玩的都应该知道，这边交通比较贵，大阪还比东京便宜。大阪最便宜好像是180日元坐地铁一趟，就很近的180日元，就减一零除二嘛，大概就是9块钱，现在不到9块钱了。交通比较贵，也有便宜的，也有方便和便宜的地方。方便便宜的地方主要就是外出吃饭，你要是工作日去吃午餐就很便宜，基本上大阪更便宜。你要想极端的便宜的话，500-600日元，就20-30人民币就能吃的很不错的一套套餐。880基本就是看着很高档了，上千的就是上50人民币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啊，对，我没有买折叠车，我是买了个小车，不能折叠的，但是买回来自己装的。这边他们都骑那有助力的，后来我觉得那个是挺对的，但是呢，这边自行车贵。啊，咱们看看别的平台啊，高驰心率带绑定 Apple Watch 运动，跑完不用心率带时一定要去蓝牙中中断吗？因为休息时手表不会亮绿灯侦测了，不用啊。那个高驰的心率带是你静置一会儿，就是你摘下来，它检测到没有肉了，时间超过一定时间，它就休眠了，自动就断了，不用手动去断的。请问全马当日早上会跑多少距离来热身？2公里到3公里左右，但是都是在路上或者在起点处。我建议，如果您的目标在2小时50以内的选手，跑2公里以上吧，热身。如果不是，还是保留体力，1-2公里。还有什么？感谢小伙伴们送的礼物，有小伙伴送叫荣誉之宴乘一，感谢啊，感谢。另外一个是乘二，微小微的鹅，对吧？我看不太清，因为我这儿还有一个电视，这个电视呢是我那屋工作的电脑，家属在操作。AirPlay 过来，然后弄了一个字体特大的文档，他在给我打一些我需要我努力看到的东西。我不午睡，但是我建议午睡。为什么我不午睡呢？就是人跟人基因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我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我就没睡过中午觉，真的睡不着。306什么时候能破3？马上就破3。这306没破3就是意外。收音效果是这个电脑的，就是这个 MacBook Air M2 的 MacBook Air 的话筒，我没有用 iPhone 的这个话筒。感谢啊，小小的糖人送的粉丝灯牌，最可爱的胖哒小花花乘2，这个 ROCCC 盐小花花乘1。破3分到了地区，得看您是哪儿。如果是北京的话，其实路宽问题不大，上海可能不太行，但是它都是净成绩嘛，下次再说。或者您有成绩，像北京那次是这样，我现在办成马拉松的最好成绩是上一次的北京半马，我也是没有国内的成绩，给了我一个 B 区的。然后领东西那天，我找他们的工作人员，我说我有个成绩，您能不能给我换一下？他就给我换成了 A 区的，换了号现场。国外的也可以，比方说柏林是肯定可以，他在领号那儿就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你申请换区域的。日本的都没戏，这边特别的对，这边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边特别的严丝合缝，或者说特别的古板吧。这边特逗，这边交电费，先给你寄一封信，是你这月电费的账单，然后呢就再过2天再给你寄一封信，告诉你该交了啊。然后有一个交钱的付款码，他们这边都是这样的，特别有意思，什么都寄信。Nex 2和3推荐哪双？推荐3呀，3跟2，3比2进步挺大的。训练慢不下来，这个要持续几年，兄弟，我持续了大概8年，我从今年才开始能慢下来，很难的。3D 打印系列咋都没有了？有啊，我都没删过。但是就是拍的少，因为确实受众太小了，那就是玩意儿。我有一个卧龙2.4，两个2.4，一个250毫米的，一个300的，就是两个不一样的，都是我精心弄的，有最新版本的 Tap 调频的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喷嘴的摄像头，这些我都弄了。但是这边弄没有国内方便，不好买东西。
慢配速穿碳板是不是容易受伤？碳板跟快慢没关系，受伤就是小腿跟腱小关节的能力不足，会导致你用力就是发力会让你发力更多，因为它让你变快的原因就是您发力更有劲儿了嘛，对吧？感谢米开朗基罗 AAA 的灯牌，优思迪巴 USDB 的小花花，抱歉我不太能一个一个的念，这是一个现在我看到的不是 B 站那个直播间，是弄了一个只能看弹幕的工具。开班当教练当不了，真当不了。您要是在北京可以偶遇回家，或者回去以后，或者在这儿可以偶遇。群这事儿吧，我是这么看的。为什么不弄群呢？就是我其实也没在什么群里，因为每个人的想法其实都是不一样的，没有对错之分。但是呢，咱们平心而论，大家都是人，看到跟自己不一样的想法跟你说的时候呢，你总想反驳两句，这是真心话。反驳多了呢，到时候再弄不愉快不好，您说呢？跟腱疼可能就是要不然就是有无菌性炎症，要不然就是损伤了。我今天小腿抻着这个地儿，就是那个小腿最上面那一块肌肉最下方那儿，正中间那儿，感觉得缓2天，明天轻松跑。跑30公里长距离需要补能量胶吗？看您的情况吧。我现在其实不需要，今儿带了一个没吃，但是我会带一个以防万一。您要是说夏天或者跑得少的，那可以吃。感谢路易斯送的灯牌，感谢艾瑞克黄小花花纳可库克灯牌。MAF180跑什么程度比较好？初跑者，其实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试过1-2次，我就给这个180给否了，因为那时候我30岁，150的心率我就跟走一样，那他不练嘛。我还是那个理论，刚开始跑的时候先拔高，拔到您至少是在跑，然后再说，一切就再说。到那时候你就发现你慢不下来了，然后呢心肺系统会越来越好，持续这么几年还是慢不下来，训练老师440甚至430，马拉松呢慢慢就接近3小时了。什么时候破了250马拉松，您就发现您训练的时候能慢下来了，这都是潜移默化的过程，没有谁先谁后。除了 B 站还有 YouTube 呀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叫什么 DARTHRAMBO13小花花，感谢素衣天使的小花花，感谢啊。平时不跑的时候足底疼，但是跑时不疼，不用休息，不用休息。就在这边还有一个感触，今天咱们主要的话题就是聊这边的训练和生活，就是日本人训练马拉松要比咱们就是拼得多，拼得多，确实拼得多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第一可能是民族性格，第二我觉得更多的一点就是他们经历了比咱们更长的富裕期发展期，导致呢社会被训练起来了。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在北京跑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大家呢也慢慢明白这个事儿了，也很少再有人在问你，哎，跑第几名啊？你参加比赛有没有奖金啊？然后跑步能挣多少钱呀？这些话就会越来越少。像那些别跑了，跑2天回头老了膝盖就不行了，或者说这个跑会不会猝死啊？这些话也会越来越少。这边如果是一个不跑步的人，听到您跑马拉松，首先是你好厉害，第二呢问你成绩怎么样，第三问你下一场比赛是哪儿。然后呢，在一起训练的时候呢，他们也有家属或者家里人不跑步的，也会说今天要加油啊，要努力呀，就算累了受伤了也是要努力呀。为什么今天我腿抻了一下我还跟着跑呢？也是这个原因，是会被感染的。这就是咱们再过几年也会好，咱们再过几年也会好。会读私信不会读，因为只能读弹幕，兄弟，我开不了几个屏幕，我这儿一个手机，一个 pad， 一个电脑，那屋一个电脑，还有一个手机，这儿还有一个电视，在看着四面八方的消息。我感觉我跟那个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喝点水啊，弄这一杯咖啡。对，跟经济水平正相关，这个没什么不能说的，确实是这样，就是慢慢发展呗。这背心买不着了，这是
东京奥运会之前 BTC 发的，就是延期的那个奥运会之前，就2020年的时候发的，后来不就变成2021年了吗？日本人特别逗，我跟你们说，他们有的地方也挺轴的。我忘了具体是哪年了，可能是2020年东京马拉松，反正取消了一年，挪到2021年办。然后呢，所以他的2021年的东京马拉松呢，所有的直播物料，还有参赛手册，包括奖牌，包括证书，都写的是2020年东京马拉松。就是他，因为他是延期的嘛，我要办的是2020年，甭管哪年办，我也得叫2020东京马拉松。这个就特别逗，它也跟文化有关系，因为你看欧美的马拉松啊，他们一般爱说多少届，比方说我参加的是第127届波士顿马拉松，如果我没记错，看看，对，你看他们这奖牌上最大的字儿写的是多少届，这就没问题，我延期一年还是第127届，对吧？日本这个就反正挺有意思的。Lululemon 没穿过也穿不起啊，兄弟。感谢溜紧土灯牌，感谢寿司苏西小花花32个，感谢 YIN 银南 M 灯牌一个。这边还有一个语言的问题，因为日文咱没学过，不像英文，日文是完全零基础。我现在多邻国连胜470多天了，但是还是不太行，就是看着假名能读出来，有些词儿常用的词儿知道，大概常用的话能说，也就这样了。B 站的算法与谷歌差距有多大？这么说吧，就是我那个充电的那个专属的视频，我发着玩的，因为我想试试做杜比世界，确实是在画质上有差距。就是 YouTube 那边的 HDR 和杜比世界，如果您用一个像我这个是 iPad Pro 这种能看很棒的 HDR 亮度的，就是1000尼特以上的屏幕看，会非常漂亮。那个夜景，那天拍万圣节那个，但是 B 站这边呢相对差一点，也有 HDR 的模式，但是相对差一点。还要再进步，因为做视频平台啊，其实真的挺费钱的。你传上去所有视频，各种格式、各种编码的都有，它呢按队列转码，然后再给你放出来，它还得考虑流量，流量也不便宜，流量其实挺贵的。YouTube 有优势是因为它有 Google 买了好多边缘的这个宽带，它好多就是那种地下的光缆，它就买下来了。那它不一样的，这方面还是得继续发展，发展的还是时间短。看看啊，跑鞋磨脚踝的话，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？真心的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。我有一双鞋磨脚踝，那时候又不舍得不穿，我拿那个海绵，就是搁在袜子里，然后贴在脚上贴一圈，因为那不影响嘛。这个没办法，也有那个最早那个，现在也有的叫什么？就是 Alpha Fly Turbo Nike 的那个 Turbo 系列，就也有气垫的那个，那就叫特别容易磨那个脚跟那儿，那个你穿或者拿那个锤子砸一砸，你就好了。明年春季的赛事您准备参加哪个？明年我有2场比赛，大阪的半马和全马，一个是1月28号，一个是2月25号。完了以后，应该春季的赛季就结束了。因为25号那个全马我要全力以赴去跑，跑完以后可能4月份就不一定能参赛了。一般什么时候直播？周末。我倾向于周六下午，因为周六下午一般大家都很开心，一想哎今天周末，一想明天还能歇一天，是不是？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周六下午。YouTube 也有送礼物的小伙伴，感谢啊，2.99，这是澳元吗？感谢啊，您破费了。日本跑者的饮食恢复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这边对，说饮食，说生活吧。这边是这样，这边还有一个不习惯是饮食。你们别看这边会比北京，就是会比中国更早进入比较发达的程度，但是呢，这边其实是很传统的。我在这边生活了这几个月，就发现与北京相比，大阪的饮食的国际化远不如北京。就是在这边很难吃到很正宗的西餐很正宗的，我说都是改良过的。然后呢，碳水的比例相当高，
他们这儿中午的饮食基本上就是面饭套餐。什么叫面饭套餐呢？就是一碗乌冬面，可以是冷的，可以是热的，可以是普通汤的，可以是咖喱的。里边呢可能大概有个不到50克的肉吧，蛋白质，然后也没有什么菜，就是汤面，这么大一碗。然后呢再配这么大一碗米饭。这米饭是什么呢？就是白米饭，上面给你撒点海苔碎，有一盘小咸菜，上面给你打一个生鸡蛋，然后有酱油。那基本上就这么吃，他们就这么吃，吃完以后感觉一下午都睡不醒的样子。这是要习惯习惯。这边你要说像我老在节目里说，像北京那个安妮意大利餐厅，那我觉得是物美价廉特别好一餐厅。这边连那个水平的西餐几乎都很少，在大阪，我已经住在离新斋桥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了。可能每一天那边稍微好一点，但是也都是改良过的，就是你很难吃到那种东西。然后他们这儿也是，你要吃牛排呢，有高级的牛排馆是有的，但是普通的店基本上也都是按日式的风格，包括酱汁儿，包括这个烹饪的做法。赛前15天可以35公里长距离吗？坚决不可以啊，兄弟！赛前35天，30天吧，30天之内就不要跑21公里以上的了，对吧？家属做的，我这手环我有好几个，有买的，这是第一个家属做的，也有买的，上次直播展示过了。1月28号跑完大阪的半马我就会，大阪的半马好出成绩。大阪的半马是从大阪城跑到长居公园那体育场里，一路几乎都是平路和下坡。大阪这边就大阪城那儿最高，然后周围都是下坡。每一个视频都看过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来晚了，刚跑10公里回来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黑指甲没办法，我黑指甲过一次，但是实在没法给大家看视频，我还拍下来了。就是刚开始1个月跑到300公里的时候，那次有一次是我把脚给磨了一水泡，但是我又不想停，这时候落地呢就有一些改变，可能大脚趾会顶鞋的前面，就黑指甲了，没当回事儿，因为就跟淤青一样那种疼嘛。后来呢，它老不好，有一天呢，突然我一摁那个指甲，然后从指甲前面那缝里流出好多血，就破了，然后这血挤干净了，第二天指甲呢就脱落了，然后也就好了，挺吓人的，挺吓人的。大多数时候不会到这一步，如果真到这一步，您觉得这淤血2个礼拜还没好，去医院，好，他们说大夫给你扎一下，消毒可能就好了。-20度冻脚，这个我没有经验。北京-20度我跑过，但是北京很少-20度，是冻脚，真的没办法。感觉南方的11度要比北方的5、6度还要冷不？没有，这儿其实不冷，这儿就是你暴露在外边的皮肤。比方说去年我手被冻伤了，我从小到大没被冻伤过，就是它湿度比较大，但是它气温摆在那儿呢，确实不冷。今天我穿的短袖短裤跑的，喝点水哈，喝点水。雨战是比较难，雨战得戴帽，在这种有檐的帽子，雨战特别有优势，这个眼睛几乎不受影响。要是没有的话，就那天东京半马那个雨，影响是挺大。19岁是应该多练习练习速度。半马135，首马320可以吗？坦白的说有难度。我半马跑到138的时候，马拉松才只能跑到340、345。当然人跟人不一样啊，人跟人不一样，50%的把握吧。因为现在我明显感觉比我刚开始跑步那几年大众跑者的水平高了。然后在这边生活基本上网购很少，只有亚马逊可以买一买，就是生鲜食材什么的吃的网购很少，外卖平台也有，当地就是 Uber Eats， 还有中国人开的一些什么熊猫叫什么来着？就熊猫什么外卖，对，熊猫外卖都是卖中餐餐厅的。这边中餐餐厅其实不好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也进不来那个货。大多数中餐餐厅，你看像溜干尖儿这种菜都是冻的猪肝化的，那猪肝冻了再一化它就不好吃了。腰子也是冻腰子不好吃吧？是不是？
所以就只能是入乡随俗。我就跟家属说，就是在哪儿就入乡随俗吧。我主要是这个饮食，因为跑步嘛，跑训练，我饮食挺在意的。会遇到一些小困难，但是都能解决。买东西就是我家附近，骑车大概400米，有大超市，有菜市场，就价格也还行。这边自己买菜做饭和在外边吃大概差1倍的价格吧，大概买菜做饭挺便宜的。然后也有好，这边也有比较大的优势，就是这边的肉制品质量要比北京的好，确实是要比北京的好，能吃出这个肉的香味儿来，就是质量会稍微好一些。这咱们实话实说，也不能说总是自己好，对不对？总是自己好，那也就不对了。多吃牛肉，我牛肉吃的不多，我其实还是以吃鱼、吃豆腐、吃猪肉，牛肉吃的不多。建议配四二换三嘛，非常建议，非常建议。配四二跟配四三就是两个东西，因为双频的 GPS 嘛，对吧？300公里的时候是3休1，我400公里的时候都是3休1，到500公里才4休1的。品牌的能量胶12个500一个多少钱？那差不多吧，差不多，不一定啊。上网受限少，哦对对，这个 GPT 最近的这个更新挺带劲的，真的挺带劲的。我在琢磨这个事儿，就是人们都说可能对跑者的相对相对的大数据量不够，训练不了那么好。但是我在琢磨这个事儿，因为它那个它那个视觉 API，你们看那解说足球，就梅西当年那过了半场的人进球那个，那就是直接 AI 弄出来的。然后包括这些，包括帮你纠正这个瑜伽动作什么的，最近特别火的这个，那我觉得是有机会的。因为原来不知道大家测没测过动态跑姿，原来北京世贸天阶还有那 ASICS 的店的时候能测，我在日本也测过一次，就是给你腿上贴好多那反光片，你上跑步机，然后边上拿一东西拍你，然后分析，那个跟现在普通人能拿到的 AI 比都已经差了好多好多好多了。我琢磨这事儿呢，还要训练一个就是现在能训练一个，不是用我的知识说话，是用我的口气说话，这特别有意思。怎么平衡训练、工作、生活？你们看我现在生活是这样的，我基本上4点之前起床，起床以后呢，在屋里晃荡晃荡，看看电视，喝杯咖啡，准备，5点钟出门，5点半之前开始跑步，7点多钟7点出头回来之后呢吃早饭，回来之后先把视频往电脑里导上就吃早饭，差不多8点之前坐下来开始剪辑做封面，然后生成字幕校对字幕之后上传，这一套弄完大概是9点出头，然后我9点半上班，我远程办公，9点半开始工作。上午呢，一般都是自己的时间，就是安排一些我要干的事儿，大概干到11点来钟，然后弄中午饭吃，吃完中午饭大概11点40不到12点，我跟家属就去买菜了，买菜溜达溜达，有的时候呢在外边喝个咖啡，有时候就回来的时候1点多呢我也不睡午觉，我就接着开工到2、3点，做力量训练或者出去跑一圈，然后呢，差不多就3点多了吧，再干1个小时，4点多做晚饭，5点之前就吃上，吃完以后呢，就坐在这儿就坐在这儿，这么靠着开始看电视，因为电视就在那儿，一边看电视一边闲聊天，然后刷刷评论弹幕回一回。对，B 站的弹幕是不能回的，这个就特别麻烦，有时候想回有时候看一弹幕特想回。然后7点半我就起来晃悠我就睡觉去了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其实还是挺清闲的，因为我没有其他的事儿，没有通勤，没有其他的。我刚才回答那个 Stride 那个了，应该会测。对，现在世贸天阶也落寞了，确实是。现在不是 AI，我不算骨架子小那类，就是如果我穿竞速背心儿，就这一块显得是比较的，就是不是那种薄肩膀的那种人，
就是人家老说肩薄1寸什么显得年轻10年这种，我没有的，我就是我家里都是这种身材，我现在玩命的往下减，也就是54公斤，再下不去了，没有人家那个资质。跑龄17个月，上个月半马跑进139，有天赋啊！这个月底想挑战全马330，后半程肯定会掉速的。但是坦白说，330的配速是多少？我现在心算不过来，我没算过。如果您想挑战330，那一定要比330算出来的平均配速快5秒，因为您肯定会多跑，肯定会有一些问题的。如果坚持到28公里还在330的范围内，那就拼一拼，但是多半会掉的。中签柏林这些大满贯必须是信用卡吗？必须是，而且都是必须得是 Visa、Mastercard、JCB 或者是那叫什么，记不住了，就是银联的不行的。现在国内办信用卡新办的应该都是2张卡，一个单币的银联，一个单币的，就是 Visa 或者 Mastercard，一般就2选1吧，很少有选 JCB 的，对吧？那国内的都可以，建议就是我都是用招行的，招行那肯定没问题。有的他会先给你风控，然后再给你打电话，然后您再确定。当然那不知道赛会那边会不会有问题。家属生活作息跟我差不多，比我大概晚1个小时。有小伙伴说了4分58，那您得按照4分50起跑。会场那个北马差几秒210这个事儿还是很遗憾的，我认真看了他那个 vlog，我第一次见识运动员怎么赛前检验这个鞋，但是那鞋检验完了以后他带回去吗？他带回去怎么保证第2天穿的还是那双呢？我不懂啊，而且就是反正好多都是第一次见，挺有意思的。家属也跑步，就是他不是那种就是连贯性的训练。家属跑过芝加哥的5公里，就芝加哥马拉松前的5公里，东京前的5公里，波士顿前的5公里，家属完赛了3个呢，都有奖牌的。东京前那5公里特别逗，那根本就不是比赛，不封路的，有人跟着，有工作人员跟着领跑，到红绿灯，万一是红灯，2个工作人员就拉起线来，大家一起等红灯，红灯过了再一起放走跑。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了。但是其他那几个都是挺当回事的，还有芯片成绩呢。冬训也是4休1，马拉松运动员要尿检吗？我不懂啊。其实副中心那次，我以为我是第8跑完了，因为边上人喊，我还琢磨着，那我真拿奖金，我赛前也没登记，也没检测，我也没控制吃喝，万一因为这不给我怎么办呀？我还气特足，跟那儿纠结了半天，最后差1名嘛，对吧？家属说不可能第8，前8名全是特邀选手，是前8名全是特邀选手。但是我想，万一他有一个中途退赛了呢？我不就第8了吗？是不是？不知道。佳明的3D 配速跟地图是什么情况吗？其实，我用佳明的时候不开3D 配速的，因为在北京也不用开，没穿过钉鞋。那年都要买了，2019年的时候都要买钉鞋了，因为那时候我规律的田径场训练，后来不就不行了嘛，是吧？都懂的。表带怎么清洗？跟着洗澡清洗。那有尿过检的小伙伴啊，说跑完半天尿不出来。是的，跑完以后，尤其是全马，可能在那儿不停的喝水，得耗半个小时吧，是会挺辛苦的。24岁的半马就122，首马想破3，那肯定破了，应该破了。但是你要跑得少，可能会掉。跑6休1，好多人都是按1周来休，大多数人都是按1周来休吧，很少像我这样的。那样的话，您就不能像我这么训练了，对不对？咱们今天还是聊到2点40左右，对，我这儿有1个小时时差。对，日本跟咱们是有1个小时时差的，日本现在是15点14，北京是14点14，对吧？所以也好，这样我视频发出来以后，大家在北京在北京时间的时区看还会早一点，其他的都还好。在大阪会跟北京不太一样，因为
就没别的意思啊，就是在北京好些事儿确实习惯了，比方去哪儿都直飞呀，然后办签证也都是使馆呀。这边呢去哪儿大部分得去东京转机，然后办签证也都是领事馆了。领事馆跟使馆不一样的，这边有的领事馆是东京的使馆，有的地方是免费去申请，就是去预约，然后排队交签证材料，就是你要去第三国旅游的话。然后大阪的领馆收费的，我忘了那天我看的是哪儿的了，还是不一样。我基本上饮食在这边现在慢慢习惯了，然后衣食住行都还算顺利。语言是个坎儿，大家来日本旅游也是，虽然说现在这边算是个旅游的国家、旅游城市，但是英文的普及率还是不高的，而且是有口音的，很多就是反正我还行，家属不行。他们这儿有好多发音就是因为他这个发音里没有那个音，就导致念英文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体验。然后比方说 R 的发音，还有V 的发音，他们发 V 就跟西班牙语发 V 似的，是发波的这个音，所以有时候就会不一样。然后它再变成它的假名，他们这儿是这样，日本这个字儿是平假名和片假名。平假名就是原路咕咚的那个，比方刚才那位小伙伴叫什么苏西，还有这儿你们来大阪玩，一般都会坐南海那个电车到南波南巴，那个都是假名。然后这些都是当地的词儿，就是他们日文的词儿，还有一些比较怎么说，就不是舶来词。然后舶来词大多数都是英文的舶来词，都是平假名，就是看着比较笔画稍微少一点，方方正正的。然后平假名地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片假名地域，抱歉啊，说错了，片假名。片假名地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您在日本去一个西餐厅，翻开菜谱的第一时间，你就感受到了片假名地域，那特别的可怕。然后他们发音的逻辑是每个词每个发音都得念出来，就是比方说麦当劳，叫什么马库多纳鲁多，就是英文的麦当劳。马库多纳鲁多，就他每个都要念出来，特别有意思，特别有意思。你们只要听他们说这个 fight， 就是 fight， 对吧？还是 fighting， 我不知道是 fight 还是 fighting， 就是这样的。像 nice run 就是 nice run， 对吧？他们 r 只能发出了的这个音，叫 memory 就是 memory，特别有意思。然后慢慢理解，我这方面是有，我家属就说是有惊人的悟性的，我一听就能听明白，他不行，因为可能我英文不太好。这边好多舶来词就是基本上大多数都是英文，然后我就特别好奇，我没查过啊，但是肯定是有，不知道屏幕前有没有小伙伴懂。就是像比方说厕所，像什么酒店、饭店这些，现在都是英文，像 toilet，然后 resto 什么浪不知道啊，念不出来这些。那他100多年前，帝国主义打进当时农业时代的日本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之前他们管厕所叫什么呢？我有机会我一定要学一学。不是不会卷舌，就是每个地方，就像咱们说方言一样，就是你从小说惯了一个语系以后，你发不出那音来，就像你斯拉夫民族的这个语言，你是要打嘟噜那种，那我也不行。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基因的问题，就是你从小习惯问题。语言这事儿看得多了，你就发现看那些混血家庭或者什么，可能父母也在异国生活了40-50年，甚至多半辈子了，但是还是不如小孩说的好。但是小孩呢，可能当地话和中文说的都特好。这语言这东西从小不学，真的就不行了，我觉得。啊，对，有小伙伴说的对，他们肯定麦当劳不会叫那么长的，有一些简称，这是肯定的，就是咱不懂嘛，对吧？啊，叫玉手洗，也有读，也有那个平假名，理解理解。新加坡的 Visa 卡能用来扣款吗？可以啊，肯定可以。新加坡的 Visa 卡，我直接点说，要比国内的 Visa 卡更好使。当然前提啊，您那个最好是星展或者是那个 OCBC 的 UOB 的差点，因为 UOB 好像支持的币种不多，UOB 好像支持的币种不多，最好是星展的。您要是 UOB 的，您得考虑一下，因为它有时候扣美元，或者说在柏林忘了是扣欧元还是扣什么了，你得看它有没有那结算币种。像国内的为什么有结算币种呢？是因为
比方说您用招商银行的信用卡 Visa，在这边用 Visa 通道，在国外用 Visa 通道刷了钱，比方刷了欧元或者刷了日元，其实它是先兑换到美元，再兑换到人民币，银行帮你做这一系列的事儿。有的国家的银行不做这个的，它没有这结算货币就没有了。所以为什么说在日本现在您来这边玩消费啊，最划算的是支付宝或者微信，它有汇率优惠，比方您是钻石会员什么的。第二划算的是走银联通道的卡，因为那就直接当时的汇率结算人民币，现在日元跌得挺厉害的。最不划算的就是用 Visa 这种刷，如果您要是有中国银行的 JCB， 好像全中国只有中国银行的 JCB 是日元直接结算人民币的，其他都是过一道美元。大阪马拉松川内优辉也参加，同场竞技了。对啊，我是川内优辉的粉丝啊。老哥那次参加哪个马拉松？北海道那个，就是奥运会那个赛道的马拉松，还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晨跑还碰见了川内君，还合影了呢。OCBC 应该没问题，不用担心。就 UOB 不太行，UOB 确实是不太行。但是不巧是我那就是 UOB 的，我那 UOB 的连那个 ChatGPT 都不行了，现在都不能付费了。确实没办法，身高1米8，体重174，需要加健身房吗？不需要，先慢慢跑，减体重吧。低温比赛补给策略比20度要调整吗？要调整，少喝水，5公里一次。低温是这样，就是不喝还是不行，但是喝多了你感觉下不去，就其实你还是消耗了那么多，但是下不去，就肚子会胀，所以比赛不能温度太低。半马9到12摄氏度，全马10到14摄氏度比较理想。月底富士山马拉松首马，坚持跑步4个多月，跑2场半马145的成绩，拉过一次32公里长距离5分半，轻松跑心率，那可以再快一些，可以再快一些。但是我不知道富士山的那个赛道怎么样。11月19号是神户马拉松，我们跑团好几个小伙伴都去，老哥也去，那是他的目标赛事，要 PB 的赛事。他说那个赛道不错。全币卡有日元账户的不会赚美元，对的，这反正就得研究，就是好些事儿都是在这儿生活了几个月才明白的。当然我可能也比较慢热啊，好些东西也是慢慢才能理解。半马能量胶怎么吃？赛前10分钟吃一个，然后9公里多再干一个。当然了，半马其实您在过程中吃2个也没事儿。为什么不吃2个呢？是因为你吃那过程是影响速度的，影响节奏的。其实吃2个更舒服，因为半马真的太难了，跑完以后有那种想死的感觉，这真的真心的。下雨天的补给策略，吃还是那样，还是要少喝水。分享怎么学习日语。我其实现在有一些小心得，一开始就多邻国，就那么看着学嘛。一开始我会拿学英语的心态来学，因为我们第二语言基本上都是英语，咱们这一代人，再个老的人可能是俄语，对吧？不管是英语还是俄语了，它跟中文跟日文不一样。我大概是到这边3个月以后，开始突然有一个，也不能说开窍吧，就稍微突然有一个关键的改变，就是中文跟日文是更像的，不能拿学英文的态度学日文。学英文我们是怎么学呢？学语法，学词汇，对吧？主谓宾补动状形，对吧？就这些，主谓宾补定状形。英文的语法跟中文很像，因为我们这个普通话的语法是借鉴了英文的，但是呢，细节上日文跟我们更像。比方说，举个例子啊，大阪 Osaka 对吧 ？Osaka 就是大阪，Saka 是阪。然后呢，你们看大破节对吧 ？Osaka 对不对？它差不多。然后呢，像去过东京的日比谷公园 Hibiya 对不对？Hibiya 你坐地铁在银座边上的那一站就叫日比谷公园，日就是 He。然后呢，朝日啤酒是 Asahi， Asa 是早晨 ，He 是日，所以日文跟中文反而很像，就是它这个逐字逐词这样。这是我不成熟的小理解啊。就差不多是这么回事儿。像你看田中先生是Tanaka，
Naka 是中间的意思。那天我突然听一歌，我跟我家属说，哎，我听懂了，他说的什么呢？好像是 Yume no Naka ni。我说，哎，这是梦中的意思，梦的中间，这 Naka 就是中间。然后那个你看田中先生是 Tanaka，他就是田的意思。然后但是呢，这个本田先生就不一样了，就是 Honda。就好像他们这个田放在名字后边呢，或者词的后边呢，就得浊化读一下。我问老哥为什么，老哥说没有为什么，听着好听。就跟你去梅田，梅田是什么呢？梅田是乌梅大，对吧？也是大梅田，大阪那个梅田是不是？然后我们跑团里有一个小伙姓梅，就乌梅。那天就是长居半马，长居半马那天不是碰到两个小伙伴吗？一开始一位就穿黑背心的，就是平田先生，平田先生就是 Hirata， 你看平是 he 开头的，你们看柯南平次，对吧？也是 he 开头的，但是他读法不一样，因为可能名字，老哥跟我说名字里是不一样的，就是名字的读音他们也得问，如果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，因为名字写的是汉字嘛，怎么读他们也得问。对，这边就是一个拼音一个字儿，然后两个字儿拼一个词儿，或者三个字儿拼一个词儿。而且好多像中文的中文其实很多词是一个字儿的，中文原来是没有完全没有那个严格意义上词的概念的。像我们好多的多音多字词，比方说什么经济、政治、派出所这些，好像都是日文的词，就是按我们的读音读了，好像是啊。日本人叫大破节是叫名还是叫姓？一般都是叫姓，比方说Honda 桑，比方说你看老哥叫大和园 Okawara 桑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这个大和园，有的人的大和园叫 Ogawa 桑，我们家楼下对过那家叫小川，是 Ogawa，就是一个 O 就没有大，他那个 O 是两个 O，如果写那个英文字母的话，就是大的意思，不一样啊，Unagi，对不对？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。这帽子是 Oregon 的，就是2017年吧，那个大破节在芝加哥马拉松得第3那次，就是卢普得冠军那次，好像是他戴那白的，我这是黑的，我也有一个白的。那时候这都随便买，黑的随便买，后来就没了。Oregon 也特别逗，Oregon 有一天突然没的，稍等啊，我看一眼家属给我这个，再往上一点，哎，哦，YouTube 又有人打赏了，感谢啊，这个是75，这可能是新台币，感谢啊，破费，也10多块钱呢，合人民币。身高1米8，之前体重从190加减到现在165左右，了不起。现在是平台期了，怎么减？之前跑量1个月120，那您确实是1个月120已经很难减了。你看我今天早上的30公里才消耗1500，当然了，您体重基数大会多一些，也多不了那么多，就得靠饮食了。我之前说过一次。咱接着聊聊这帽子。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起来，我起得也早，刷刷他们的官网，俄勒冈的官网，然后看有没有新鲜玩意儿，有呢舍得就买，不舍得就拉倒。突然有一天打不开了，就特别就直接就打不开了，然后当天就看到了消息，就解散了嘛，就因为教练的丑闻。分享一下天冷怎么穿衣服，这等我录视频吧，好吗？对他们这边都是叫姓，就是比方说李先生、张先生、王先生这样。然后他们这边医生跟老师，如果你知道他是医生老师的话，就不是桑就是3C。你看我们跑团的阿萨伊3C，阿萨伊就是前景是医生。明天北京公园半马，零下3到8度，可以的。考虑箱根周边回京转售嘛？我是个特别不是，我跟家属都是个特别不擅长卖东西的人。其实我有不少东西，我那个 Paula 的心率带，Pace 2，还有几块其他的手表，还有之前佳明自己买的一大堆心率带，都卖不出去，就不太会折腾，我也不太会做生意，说实话。感谢简绿送情书乘3，感谢啊，干杯乘1，您破费。对，日本人叫名字的话是很亲密的关系了，是的，应该是的。
髂胫束没得过，这个好像就是说臀部肌肉的问题吧。我知道挂咸鱼，就挂咸鱼之后就好多特麻烦的事儿，问你这问你那，我们俩都特怕麻烦。我努力吧，这是我一个突破的点。我知道我有闲鱼号的家属在弄，但是就是我觉得，我原来也想过要不要在节目里说，后来觉得，可能我还不是没想好吧，我还没想好啊。你们也能看出来我虽然就 B 站跟 YouTube 都是有收益的，确实是有收益的，但是呢不够养家糊口，而且呢一开始我也不是为了收益来做这个事情，以后也不是，我弄这些都是为了好玩儿，弄那个会员视频主要是因为我最近迷上了，呃，就是拍这些 HDR 的效果，然后又想剪一剪，又想发一发，就单纯就这样，我弄得可费劲了。那个出去拍，然后回来学，因为现在用那个 Apple Log 的那个格式，然后学怎么色彩还原，然后怎么做 HDR 杜比世界的参数是什么，乱七八糟的，我就喜欢这个，纯是为了玩。都是用过的抽奖，哎呀，也是怪怪的。跑马拉松也是，就是到这边以后，反正我觉得喜忧参半。忧的就是一开始，包括到现在还在适应，因为我是2月1号那天来的，那次特别有意思。我之前其实铺垫了，我老说会不会有一天我突然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地儿。那天是完全没停更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天的经历。我第4个训练日早上起来，北京零下10多度，出去跑步，回来剪视频发完以后把电脑拆掉，最后把电脑打包，然后呢下楼，那时候已经订好了车，从昌平去机场，那时候还没有直飞的，早上起来7点多8点，然后从首都机场飞香港转机，到香港是香港时间的下午，第2班飞机是香港第2天凌晨飞，就是第2天凌晨1、2点钟吧，然后就在机场里逛荡，然后正好呢，当时有一个信用卡有贵宾室的那个优惠，也不叫优惠，叫赠送，每年送5个小时。我跟家属去了个贵宾室，还挺好吃的，挺好吃的。然后吃了吃，歇了歇，然后从香港飞大阪，到达大阪是早上起来凌晨的5点多、4点多，那时候入境还要测核酸呢，就是唾液的那种，就是中国大陆入境是要测核酸的，以前都不用了，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嘛。然后到那儿测核酸，就吐口水，然后等了半个小时，出了结果没问题，我俩就从关西机场出了关，然后在楼上吃了麦当劳当早餐，然后回来。那天是我的休息日，就是第5个训练日。之后第2天早上起来，我不就出现在了大阪街头吗？就给大家发视频了。我一天没停，我还行哈，算是劳模了。在北京为啥搬家里特殊情况，没办法。贵宾室啊，香港机场就是最便宜那贵宾室，因为那信用卡送的嘛，那肯定不是高级的贵宾室，不是航空公司直属的那种，是机场里的那种第三方的。老哥还在大阪吗？现在在，但是他会那个出差，他好像下个月去中国出差。今天跑12K 吃了带咖啡因的，说实话没什么感觉，好累。这个是您得慢慢体会，就是我一开始也没有这体会，就是跑得多了以后，人会对自己的身体更敏感。感谢啊，B 站李2495，抱歉啊，我这舌头拌蒜。半马 PB132，最长距离就跑过26K，明天首马南京破4，机会大吗？大。132完全具备破4了，您可能能跑到340，我感觉345都可以。您可以按照345的，就是全马3个小时45的平均配速出发，甚至可以按照330的平均配速出发。刚才小伙伴们说多少？您就按5分是4分58，对吧？您按5分出发，完全没问题，我觉得。
能破稳稳的。Apple Log 不需要外录，用那个Blackmagic Camera 那个软件就可以。外录也行，其实外录挺简单的，你买一个那磁吸的那环儿，贴在移动硬盘上，然后另外一头贴在手机上，就起火了。什么时候让家属出境？家属不想出境。休息日轻松跑吗？睡醒没事干，轻松跑啊！我现在休息日跑个几公里。什么情况下需要跑休了？受伤了，真的跑不动了。而且休息有时候是要强迫自己的，您必须要有一个规律。高原成绩，我没上过高原，但是我想明年在这边试试。今年看了看，这边是有不错的半高原的这种环境的夏训，但是都是那种集中住宿的训练营，就是1个月，就是连住都要住在那儿。差不多啊，咱们再聊9分钟，再聊9分钟。菜鸟跑者停跑4天会退步吗？会退步，但是再跑1-2天就回来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身高1.77米，体重165，想坡4得减到多重？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喝口水，喝口水。越野跑没考虑过，我不太喜欢。铁三我玩过，2017年北京奥运距离的半程玩了一次，就试试。那时候都没练过自行车，但是原来我骑过公路车而已，就租了辆自行车，比赛当天租的。然后游泳是认真练了，我原来从蛙泳不会换气到比赛自由泳下来的，用了6个月。3月份拿到名额，找了一个早上7点钟就开门的健身房，有游泳池的，每天早上去游，每天早上去游，每天早上去游。后来能游自由泳以后，就是每天早晨1000米，每天早上1000米。感谢简绿啊，感谢。啥时候来昆明？云南高原训练不错的，也是19年的时候计划了几件事。19年计划的是20年去肯尼亚玩一次，因为家属喜欢看那个 safari， 看那个动物迁徙什么的。然后正好那时候去趟肯尼亚2个礼拜那种训练营，还带你看动物迁徙，好像是2万多块，就没去成嘛。也计划去丽江，不也一样嘛，也没去成嘛。现在因为工作的问题还有生活环境的问题，现在有难度了。看看明年有没有机会肯尼亚吧，云南可能明年不行了。就是我老说只争朝夕，只争朝夕，有的时候时间过得真的是挺快的，一眨眼，真的一眨眼。我跑步的时候30岁，完成北马的时候是30岁生日刚过几天，就觉得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了。现在我都38岁了。手机贴膜吗？不贴膜，所有手机平板都不贴膜，就只带壳不贴膜。我也不建议你要是 iPhone 的话或者 Pad 不建议贴膜，贴膜影响那个使用感受，它其实挺耐磨的。现在什么工作？现在程序员呀，用什么键盘？用 HHKB， 而且是无刻印的。我要不让家属拿给大家看看。这键盘用了10年了，10多年了。HHKB 是能传家的。稍等啊，家属在找。静电容的，对，我更喜欢电容屏，不太喜欢那个各种轴的电容静电容的那种。啊，这能看清吗？看看效果。哎，上面是不刻字的，这种更耐磨，因为磨不掉，是不是？我这改装了，兄弟，这就是不是静音款的那个 HHKB Professional 2那一代。然后当时有一个日本人特别厉害，自己画了个电路板，然后带蓝牙的，带电池，就是当然不带电池，你得自己买一块那种锂电池，就把这拆了换上他那电路板。那时候我就是直接在论坛上看到的，然后就问他买，那就是日本的一个个人，好多年前了，那时候还是蓝牙2.0的协议的时候呢，你们讲。然后他从日本给我寄过来的，寄的 EMS， 好像60多刀一个电路板，特别带劲。就这个，手环上写什么？写的 Albert， 英文名。
我还再聊5分钟啊，感谢赵石。穿上有点掉跟儿，鞋大是会有影响的，平常慢跑训练没事儿。雨战回来感冒了，每年电子产品消费多少钱？我呀，我手机2年一换，然后 Pad 呢买过，就第一代 iPad 在三里屯首发那天我去买了第一代的，然后之后是视网膜的第一代我买了，然后是呃就是下一代就是 M1了的那前一代的 iPad Pro 我买了，然后之后现在这个是 M1的，然后电脑呢，原来最早开始用 Mac 就是因为开始工作嘛，用苹果，第一台是个 Mac Mini，就还是最早的，大概2010几年的2013年12年的时候，然后之后是 MacBook Pro，然后不对，之后是 MacBook Air，第一代的 MacBook Air 就从乔布斯从那信封里拿出来那个，然后之后就是 Pro，那时候都是自己换 SSD，还自己弄过那叫什么 Fusion Disk，就是一个 SSD 一个普通硬盘，然后做那个混起来的那种，那时候觉得可快了。然后后来就是现在的了，我现在的主力工作电脑是内部的一个 M1 Ultra，就是64G 内存的 M1 Ultra。现在那个还不打算换，因为那个现在 M3 Max 可以和 M1 Ultra 持平，所以我就跟家属说，这个买新不买旧，或者买快不买慢是有好处的。一个电脑3年一换或者4年，等 M4的时候，可能考虑换一个 M4 Max 的笔记本，因为现在外出的多了，笔记本还是比台式机方便一些。差不多就这样，我花的不多，没有其他的东西。旅游想去美国，但是现在太贵了，是太贵了。波士顿这次给我玩怕了，确实是太贵了。那说到波士顿，又想起受伤那位小伙伴了。祝他能好起来。我也看他的 Instagram，好多了好多了，而且据说是肇事司机还跑了，我们祝福他吧。血战发怵，谁都是，没事儿没事儿啊。Windows 用习惯了，确实是，现在 Windows 弄的也挺好的，只不过就是 Windows 相关的电脑啊，硬件上做的反正还有待提高，主要是英特尔还是看未来的发展吧。我觉得 ARM 的架构可能就在未来的这几年更有发展，因为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，现在就可以用快来弥补算法集的这指令集的问题，就是用简单去堆嘛，不像以前了，所以 ARM 才横空出世嘛，不一样了。最近还看树莓派5买不着啊，树莓派是最好的理财产品，对吧？准备结尾了。对，Mac 用习惯了，发现 Windows 好难受，也是看您什么行业。比方说，我弄这直播，现在我弄这直播，这次录播不出意外有弹幕了，弄这个各种的脚本去试，这些上确实在 Windows 上那些小软件挺多的，Mac 上还是不多，都是在弄。我今天也是第一次，录直播录弹幕，然后把弹幕再合成到直播上。它是这样，哔哩哔哩的弹幕是一个就是 XML 的一个格式，记录了好多东西，然后给转成那种就大家看美剧有那种字幕文件，有 ASS 的，有 SRT 的。SRT 那个是没有格式的 ，ASS 有格式，转成 ASS 再用 FMPEG 合成起来。我不知道我说这大家愿不愿意听，反正就乱七八糟跟大家聊吧。减重怎么减？控制嘴巴，管住嘴，是得管住嘴。我新加坡那段时间还有准备北马的时候，我一天就吃1700千卡，你们家1700呀？那饿的就感觉看什么都想吃，就差看人不想吃了，真心的。就饿得难受，饿得到有几次我准备比赛的时候，饿的就晚上恨不得坐那儿哭，真的。2024如何发展？其实我工作还算稳定，然后还是想破240，但是真心说有难度，努力干，就顺其自然吧。我现在跟家属活的逻辑就是顺其自然，感觉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体重了似的。跑鞋1400公里没坏要换吗？换吧，
190心率能不能轻松说话，是不是设备问题？有可能。矫枉过正才能突破，说的对。但是就是什么事儿不能干不可持续的。我这儿的录像计时是1小时18分57了，最后1分钟啊！感谢大家，就是还是你们看我现在的这个怎么给大家看看呢？我现在这个弹幕是这么看的，已经很容易看了，但是还是读不过来，感谢大家啊，抱歉。没有孩子，我不打算要小孩，我们俩统一意见都是家里也支持，就是我觉得我可能，哎呀，就是我做事儿大家熟悉的也了解嘛，对吧？就是比较的严肃，比较的想什么事儿都比较想完美。那我觉得这事儿我没准备好，或者我可能准备不好，没有任何其他意思。房博说：“您是他的入门老师，别，人家都大神级别了，已经是，那一看就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太厉害了。我跟他跑过一次，好吧，我多大年龄？我38，1985年9月份出生。对，原来没打算告诉大家生日，那次不是波马那个牌上泄露的吗？好吧，那就再见了啊，大家就必须要停了，必须要停了，因为我要准备晚饭了。”好吗？1个多小时，不出意外，咱们下周末再见，好吗？好吧，感谢大家。就什么时候回国？明年1月28号跑完大阪半马，再见再见。所有的读到的没读到的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好吗？家属也在那屋帮我处理各种的弹幕啊，乱七八糟的，都是，我们都一起努力，好吗？拜拜拜拜，那咱明儿见，明儿见啊，加油干，感谢感谢感谢。真关了啊。